只是因為興趣而去做這個東西。大家常說不要把興趣當職業，但在雪蘭莪州Subang Jaya這幾位年輕人不僅僅把興趣做成了正業，還把它做到非常出色。大家好，歡迎回到 KBKG Adventure 的頻道。今天呢，我們來到了Subang Jaya雪蘭莪呢一間隱藏版的精品咖啡店哦，名字叫做 The Crab Pot Coffee Roaster。這家店的特別之處呢，就是它的手沖還有精品咖啡。那今天呢，這家店的老闆呢是这位年輕人創辦的。那我們想要來談一談一下他的創業故事，還有他的精神到底在哪裡？為什麼叫做 Crab Pot Coffee？ 它到底手沖咖啡特別在哪裡呢？我們現在一起去探一探吧。Let's go! Let's go! 一進來呢，就可以聞到一股很香的咖啡味。現在我們等着那個老闆跟他談一談一下他的這個故事。OK， 就是這些其實都是 single origin， 然後他們都是各自有不同的風味，還有它特別的地方。然後這些是根據處理法去分類。像這邊是 other processing， 這邊的就是 natural process， 然後這邊是 wash process， 然後這邊是 honey process。我們會根據季節給不一樣的，就是更換這個東西啊。我們在做咖啡的時候，其實那個咖啡的果，它是水果來的嘛，它是種子來的嘛，所以它種子還沒有變成可以烘焙之前，其實是需要拿那個咖啡的種子去做處理，在處理的後面的最後一個階段，其實就是曬乾。對，就曬乾。曬乾的時候，其實它的種子的狀態就決定了它是叫什麼名字。就是像 natural coffee， 就是那個果肉有包着種子一起去曬乾，然後最後才脫皮脫果肉。然後 wash 的話，就是在處理的時候先脫皮脫果肉，然後在發酵了之後脫膠。它那個是整個種子的狀態，就是已經暴露出來的狀態拿去曬。還有這樣那個，對，那個就是曬乾。對，然後 honey 的話就是你只是脫果肉、脫皮，那個膠，因為咖啡有一個膠留着，這樣，然後過後拿去曬。那老闆推薦下來，你覺得哪一個會比較好一點？推薦的話，其實是看自己喜歡，然後因為每個人口味真的很不一樣。通常我們會有一個是我們叫 classic，因為就是比較經典的一個風味，通常都是比較 bold、medium roast， 比較 chocolate 啊、nutty 啊，就是不酸的那種，都比較符合大众口味的豆。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常常會 seasonal 換的，像這一次現在是 Colombia Quindio 的 Extended Fermentation Natural， 它就會比較偏發酵，比較偏熱帶水果這種，然後有一點酒香味。就有一些人可能會不喜歡，但這個是我們常常會更換的。這一次是這樣，上一次是Ethiopia，再上一次是 Kenya。所以我們就鼓勵大家喝不一樣的咖啡，也知道說其實咖啡可以不用那麼悶這樣子。然後你找到屬於你自己的味道之後，你就會知道說，哦，原來我喜歡的是這個，我喜歡的是那個，我喜歡的是。像如果講風味的話，它就會other processing 這邊可能就會比較多發酵的味道，或者是一些cold ferment 就會比較多水果的調性。然後有另外一種就是natural coffee 的話，就因為它的發酵方式不一樣，它就也會給你一些不一樣的感覺。像這一個就會發酵味比較重，熱帶水果的風味比較重，然後有鳳梨的酸質。然後像這個的話，就是大家很愛的 Ethiopia 的 natural， 它是屬於比較草莓調性、莓果調性，然後它的 body 也不錯，是 juicy 的。那如果你喜歡喝甜，如果你喜歡喝甜度的話，它這種 honey process 的通常的甜度就比較高一點，然後它是比較平衡。那如果你是喜歡一種很乾淨、很茶感，然後花香好的，通常我們就會建議選 wash。我建議你們拿2個極端。就可以吃到不一樣的東西。就是你拿一個乾淨的水洗的，然後你再拿一個就是偏水果調的發酵重的，然後就可以吃到很不一樣的感覺。好了，像我們先加這2個，我們先 test 一下那味道。這間店最有趣的點是，他們把所有的咖啡都分得非常細，不只是產地不同，連處理法、烘焙度都堅持做到很乾淨、很透明。但是因為我們平時看的那種顏色，是因為它有 roast 過它才黑色的。对，還有 roast。我是第一次看的。哦 ，OK。
還有 rose gold 才會就好像我們煮牛排咯，它會變成比較 brownish。它是會有味道的吗？還是你現在有一些都會有，這個沒有，這個是就比較植物的味道，比較細的味道，它就是種子啊。種子的時候就是這樣子，是曬乾的種子應該講。因為我剛剛就說他們需要認識一下精品咖啡嘛，然後我就覺得就選2個不同極端的東西給他們試一下。那左邊這個是Ethiopia的，那這個是哥倫比亞的。對，然後其實這一支它是典型的水洗，那水洗的方面就是容易出現比較橘子調的東西 ，tangerine 啊，然後 citrusy 啊 ，lemony 啊，是比較屬於酸性是嗎？還是屬於甜？比較是 citrus 類的東西。对，屬於比較酸。对，這其實也是我們在推薦咖啡的時候需要這樣子，就是我們的理念就是咖啡有各種咖啡。就不需要限制自己說，只有某一種咖啡是特別好的這樣子。我是喝上去了，我覺得很 smooth 啊，我不知道，因為我不是那個日本的，我喝下去我就覺得很 smooth 啊，有一個酸味在那，那個酸味又不是那種很酸，它是有那種水果香。是，對，它到後面是 smooth ending 的，好像很那個味道很不同，是不是？這種有沒有人摻牛奶的？比較少的也是有，也是可以看你怎樣喜歡喝的。对，有一些人會喜歡，有一些人會不喜歡。從清新的柑橘到爆炸性的熱帶水果 ，Crackpots 希望用這些風味打破我們對咖啡的既有認知，這也是他們的品牌理念。對。但是如果以 Ethiopia 的水洗來講，如果你拿去摻牛奶的話，它喝起來有點像奶茶。我就是喝到有一點像茶，对，我這樣解釋，它的茶感有在，所以你摻奶的話，有些人會覺得，有點像奶茶的味道，這樣子還蠻特別。加上它有一些咖啡的香氣，就覺得特別喜歡這種咖啡，就會變成新的一種奶茶的風味。這個的味道，Ethiopia這個是有點像。我們剛才喝的Ethiopia其實是比較輕盈嘛，就我們說比較輕盈、比較香，然後它的酸度有在。然後另外一個呢，它就是有一點像A Punch in Your Face。就是它的味道是很爆炸性的，然後你喝下去，你就會覺得，這個咖啡的味道很特別，然後整個嘴巴都會是這種味道。它有它的萊奇的味道，然後有一點點的 watermelon 的味道，然後它的口感也比較重一點點，它比較 juicy rather than tea，會甜一點嘛，對吧？會甜一點，然後過後它的果汁感比較強，比起茶感，而且嗅到那個 peach 的味道，所以這個是其中一種，然後還有另外一些，它可能像 apple， 可能像草莓，還有一些咖啡可能像藍莓，甚至有一些咖啡，如果講說 Australia 的澳洲的那個barista champion 曾經有介紹過一支咖啡，在他的比賽，他們是拿馬來西亞的 Liberica 咖啡去比賽的時候，他有形容說這支咖啡像 cheese，像 cheese， 像榴蓮。像一些不同的水果，熱帶水果很重的那種味道比較多味道，你知道嗎？對，然後你講到我很technical，我不會，所以其實很多人看了也是很多人不會。其實咖啡的好玩的地方就是在，比如講說我們剛才講的，它不只是可以泡手沖，它就是加奶，如果你喜歡的話，加奶也好喝。然後如果你要做成一杯濃縮意式，就是 espresso， 你喜歡那種喝法的話，它又有不一樣的感覺。就是它真的是一個很多變的東西。很多 combination。馬來西亞也是有那個 kopi 的文化，就自己當地的南洋咖啡，那種又是不同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它是非常不一樣，不同的烤法也是不同，就是烤法也是不一样。我上個禮拜學到還有那個糖去煉糖呀那種，就完全是不同的性質，跟這種你專門研究咖啡的時候感覺又不一樣，所以可能有個東方跟西方的感覺。對，可是這1-2
2年，我們其實發現有相當多上了年齡的，然後他們來跟我們講說，你們的咖啡是不是沒有放糖的？炒的時候是不是沒有放牛油跟糖？因為我有 health concern 這樣。对，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，這個可能就是為什麼很多老人家就說出去我就不要喝咖啡了，就喝那種糖茶什麼之類的。可是現在有這樣子的咖啡進入馬來西亞的時候，其實是有多一種選擇，就也不會講好像沒有咖啡的樂趣啦，因為到老了過後就不能喝那些甜的啦，對，你就可以選擇這樣子的咖啡哦。老闆講得很簡單，處理法就是咖啡風味的個性來源。喜歡酸，喜歡果感，喜歡厚重，喜歡偏茶感的，每一款都有。對於這種出色有茶感的咖啡豆，店主建議可以用不同的沖泡方式。他如果加奶的話呢，就需要注意保留咖啡的風味。這種市場上的正向反饋給了他們更大的信心。那麼這個聽起來有點瘋的名字 Crackpots 究竟有何含義呢？就當初怎麼會想叫這個 Crackpot 這個名字？它其實有幾層的意思誒。它其實有幾層的意思，因为我們當初在想一個名字的時候，就想說，其實我們當初不是專業出身，就是我們不是像很多人就是barista， 然後去學烘焙。我們其實當初是在 corporate 做工，然後我是 lecturer， 然後他是 manager 這樣子，但是因為興趣出發。然後我們就覺得，我們只是因為興趣而去做這個東西，有一點瘋，所以就想說，我們愛上的其中一個東西，其實也是在烘焙咖啡的時候有一個階段叫 first crack，就是一爆的時候，那這個東西就是在鍋爐裡面發生的嘛， it's like cracking in the pot，and we are kind of like crackpots to do this，so we just call ourselves crackpots， 很有意義的一個名字了。對，就是覺得我們有一點瘋，就是。可是，一開始這個名字出現的時候，就有人就走來跟我們講，你知道 Crackpot 是什麼意思嗎？怎麼放這樣子的名字很不好？為什麼呢？就因為 Crackpot 對他們來講就是碎掉那個。不是 Crackpot 在英文裡面是 like you have gone out of your mind in a bad way，yeah， 就是不是很好的一個意思。所以我覺得人生可以瘋狂一下，去追求自己的夢想是很難的一件事。其實當初只是一個 inside joke，因為我們當初並沒有想說這個品牌是要走遠到去開一間店。我們當初其實是把它當做一個 side income，it's something fun for us to do， 就是我們就是覺得說side income 多賺一點錢，把好喝的咖啡介紹給朋友，有人想要買那就可以買。然後我們就很隨性的、很好玩的，覺得很好玩的取了一個好玩的名字，對，就這樣子開始了，然後就這樣子開始了，然後開6天制，對，6天制。然後是從 corporate 出身嘛，然後我們就覺得，如果我們有開一個生意的話，我們還是就算我們的賺的錢少一點，我們還是想要提供一個比較健康一點的工作環境。從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到成為咖啡店主 ，Crackpots 的故事完美詮釋了他們品牌中那股為夢想而瘋狂的初心。像你們現在有好像講以後有一個發展，想要把它開分店啊，還是怎麼樣？還是就暫時先就是 start 這個店，把它做好。以前有，所以後來慢慢的在精品咖啡裡面走較遠，認識比較多人，認識比較多東西之後，就發現到說，其實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是經營一間好的，就一間好的coffee roastery。我覺得這是真的，因為其實很多人在開分店的時候，你就會分散那個注意力，你就發現咖啡就不好味了，就沒有真的，資源也會分散。那很多人你就看到那樣的這個不好吃了啦，因為今天味了啦，都自己帶不好吃了。所以我覺得可能你專注在做一間咖啡店，還是很多人願意這樣子大老遠來排隊來買，但是還是有，就是在你的東西已經不能變味的，最初的初心不能變。就很重要，把一樣東西做好吧。對，把一樣東西做好。所以我們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沒有多的pastry dessert或者是好吃太多也是變得太少，對，東西又多了。可能國外還蠻common， 就是你進一間咖啡廳，其實也沒有說東西吃，就是一直刷 pastry 這樣。對。可是在這邊，大家都走進來就會想說，一定有 pasta。
一定有什麼，它是一道主食，对对，来他们会觉得。至少要有 breakfast， 有什麼雞蛋呢？對，這樣，周末，對，還會有人跟我們講，這樣不就很浪費？這樣就是對。他們堅信咖啡館的主要目的就是咖啡，通過排除食物帶來的干擾，他們希望客人能更專注於精品咖啡帶來的風味和療癒。對，我覺得你們這個概念是很好。對，就是咖啡。其實咖啡店，我覺得另外一個含義是，也可以訓練大家，因為每個人的步驟很快嘛，然後你可以靜下心來，然後好好去喝一杯水，喝一杯咖啡的那個時間，然後去有一點me time的感覺，都是很不錯的。所以可能馬來西亞就是要慢慢灌輸這樣子，因為要不然大部分就是進來就是要找真是的雜吃。像你們一般上會做什麼？像anniversary 的活動啊，還是什麼之類的？就是會有一些什麼？有利的話會做。我們比較常是做一些cupping event。cupping event 通常都是我們自己的，比如說我這一季的 offering 有10支，那這10支其實就是 before we really roll out， 我們就是 put on the table for everyone to try。你可以在當天試到不同的咖啡。除了日常運營，他們也會定期舉辦咖啡杯測繪。這既是週年活動，更是向顧客推廣和教育精品咖啡風味的最佳機會哦。它的味道也是一種好像survey啦，就是看你們想的咖啡豆是哪一個類型。也是一個 education 的機會，就是大家來，它是一個 sharing， 因為是 free session，大家就也不介意來試試看。都是在這裡，都是在這邊，對。然後他們會覺得，我沒有喝過這樣子的咖啡。好特別哦！有一些人就會有這樣子的感覺，有一些人就覺得，我很喜歡你這一季 offering，然後他就可能在 plan 說，我這個月買這個豆，然後下個月買另外一支豆這樣。對你們來講，一杯好的咖啡是什麼東西？你喜歡的咖啡？你喜歡的咖啡是哪咖啡？就是以顧客為主的一個情況。對，因為甚至不是以顧客為主，像我們的店裡面。我們現在4個人嘛，我們4個人就分成2派，就是2個人是喜歡這一種，wash 的 coffee，另外2個人是喜歡這一種，juicy，然後比較多風味比較明顯的咖啡。對你來講，但如果你要說以評分制來說，一個 quality 的 control 或者是 quality 的 standardization 來說，當然它有它的一定的標準，那個是那個，可是平常的喝咖啡的人來說，當然是你覺得好喝的咖啡就是一杯好咖啡。你可以喝得完，你點了，你喝得完，你覺得這一支咖啡真的不錯，我下次還想喝。對你來說，這支就是好咖啡，就是好。或者是你喝過這麼多咖啡，因為像這些咖啡有這麼多不同的味道、不同的國家、不同的烘焙、不同的roaster。如果你有喝過哪一支咖啡讓你記得，那也是好咖啡。就是我很想念那一次想回去，我一直要回去那間。對，那一次那一杯我很想念，就是那個就是好咖啡。就有記憶點。對，一杯好的咖啡沒有絕對的標準，它首先是你喝得完、願意再來的一杯。所以對你們來講，你們很專注去研究它的味道，所以可能未來會有更多更新的這種味蕾，對不對？有不同的方式去烘焙啊之類的，是嗎？對。其實咖啡一直在變嘛。像10多20年前的咖啡就沒有現在的這種特別處理法，去給它很多不同的風味。那在烘焙上也不會有烘焙的方法去，特別是為了這種處理法的咖啡去烘。所以傳統的咖啡它的糖度就很高，甜度很高，糖分高，所以變成你烘焙的時候就要注意這些東西。那發酵高的咖啡現在來說的話，就是糖分已經被吃掉了，那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帶出這杯咖啡最好的狀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跟咖啡是真的近年來走得很快，走很快。我覺得咖啡的打分制跟就像你食物這樣的，我覺得還是 come back to 一個 appreciation， 因為 farmer 的工作做完了，他把他最好的 quality 送到一個 producer 手上 ，producer 要怎樣把這個好的 quality 的咖啡豆提升，然後再去到 roaster 這邊，那 roaster 的工作就是把這個咖啡的 potential 帶出來，
然後再到 barista 的工作有沒有好好的完成，大家都做好自己的分內事了，那到你這邊你會不會就是搞砸？就是它是环環相扣的一個東西，一個 chain。所以精品咖啡其實講的是你有沒有在乎這些所有前人種下來的東西，到你手上你有沒有好好的去對待這杯咖啡？已經有很多人很用心的對待過這杯咖啡，那你就不會隨便對待。对，喝台北有比較這樣子講，有細心的去準備一杯咖啡，跟隨便就這樣子沖的咖啡是很不同的。对，你可以喝得出那個誠意不同的。對，是很不一樣。從咖啡豆種植到最終的沖泡，精品咖啡是一個環環相扣、充滿誠意的過程。對他們而言，認真對待每一個環節，就是對咖啡最高的尊重。